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立法委员王世坚，谢律师好，大家晚安。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山，五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张思刚，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阳明。大家晚安。好，那你会关心今天赖总统跟韩国瑜院长两人见面以后，当然见了面，除了大家总是要互相恭维一下，然后接下来就会谈了一些什么呢？国内的在立法院，接下来从这一段谈完以后，真的能够从此以后大家就各方都不再争执了吗？当然不太可能，好吧？就直接告诉你，只是未来还是跟你看到的去年一整年一样的状况吗？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在国内尤其跟蓝绿白之间，到底合纵连横？第一个，黄昌总召代理主席未来会带的是什么样一个方向？第二个很重要一点，对柯文哲前主席这个案子来讲的话，未来又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来，一善是。大家现在都不是在看100多页的那个精华版嘛，现在都在看800多页的那个起诉书。终于出现我的名字了。哦，你的名字出来了吗？出来了。OK， 好，来告诉我，这里面今天大家爬出来哪一样是值得跟大家分享？我的名字跟黄珊珊的重要性是一致的啊，因为但是黄珊珊有4项罪，我只有1项罪啊，不是我们的罪了，是证明柯文哲的罪。黄珊珊证明了柯文哲4项罪，他都作为证人哈，去做出相关的证词。图利罪就是3场便当会嘛，那所谓的收受贿赂跟我的部分的证词是接近的，但是我证明的是所谓的制度的建立。他直接说柯文哲有收受贿赂210万的募款责任额，就是职务捐的部分。他上面写的是民进党的职务捐啊，其实是写错了，应该是口误或笔误啦。在相关的那个还有好多箱里面的录音带跟所谓的证人的那个文稿里面，应该会写得更清楚。那所以这个应该是笔误，笔误讲的是民众党的相关的职务捐募款责任的部分210万的部分，而这个部分呢，我说真的部分也大部分他在谈这件事情，因为他是最清楚的一部分的收受贿赂的部分嘛，因为210万包含朱雅虎都已经坦诚，他行贿210万，透过7个人人头汇进了民众党的那个政治现金专户嘛。那他为什么要巩固这个部分？就是说，因为职务捐或者是募款责任额，它代表的是。不是这些人要捐给民众党的，是这些人要给柯文哲当成他的募款责任额的，这跟一般的政治现金是有差异的，所以他不断的跟那个检察官也一直在问我这个制度是怎么建立的，包含它的额度是有多少啊？那一年的柯文哲的募款责任额就是300万，包含主席跟市长的部分嘛，那个黄珊珊也证明了这一部分，他自己也有他的募款责任额之外，他也证明了柯文哲这一笔210万就是他的募款责任额，就是所谓的收受贿赂的部分。那除了收受贿赂的部分，当然柯文哲还有其他的背信，尤其是众望基金会的所谓用人头，或者是说他去挂了众望基金会的人事，做的却是竞选总部的事情。在证词里面，其实柯文哲也讲得很清楚哦，他是这件事情是跟黄珊珊讨论出来的结果，也就是说，黄珊珊根本知情，这些人是挂在众望基金会里面，他要做竞选总部的事，而只有众望基金会不是，是所有柯文哲可以控制的机关全部进在这里面哦。他说今天早上我和黄珊珊讨论，我们会建构一个竞选办公室，把立法院这其实也有助理备案的问题哦，中央党部全部并在这里作业，就是一切以竞办为主。管挂在其他单位只领薪水的单位而已，但是所有的工作都是以竞办为主。黄珊珊知不知情？当然知情嘛，因为这个简讯是柯文哲传给李文忠的，李文忠还回复对，这样就很明白了，你这有助于你跟你的大党的大选嘛。那另外其他的单位呢，包含政策会、党团智库、新故乡、众望、CIA、木可公关公司都列为竞选办公室的一环嘛。也就是所有的团队、所有的团体、所有的公司、所有的协会、基金会，全部都是竞选总部的一环，由柯文哲来掌控。而黄珊珊的角色呢？不是跟黄珊珊讨论吗？他是竞选总干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些事情吗？所以包含柯文哲众望基金会的背信侵占的部分，他到底知不知道？黄珊珊也应该有做出相关的证词哦。所以 CIA 另外就是想到这里面有一个 CIA 是什么
就我查到的是，有一间另外跟柯文哲有关的采丰公司，其实在190页的起诉书里面，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采丰公司透过木可公关公司，本来他要捐给政治现金的，他为什么木可公关公司开了300万的发票给他，而形成所谓公益侵占嘛？那采丰公司到底是什么公司？所以看到890页里面就写得很清楚，采丰公司是什么一家公司哦？它是一个负责人叫孙丁军，而这个孙丁军又跟黄珊珊有关系的，他是黄珊珊的朋友，他本身也是律师。黄珊珊也是律师，他说我要支持民众党，你要支持民众党要捐款，你就直接给民众党的政治现金专户给他就好了。你为什么那么麻烦？政党的捐款是可以到300万哦，所以你直接开公司的捐款的证明，你完全没有事情。你黄珊珊为什么要请一个民众党的小姐跟他联系？而这个小姐呢，这个孙丁军的证词是说一个民众党的小姐。但是其他的证词是黄珊珊的一个助理，叫做小咪。小咪就说这个小咪就说，我推荐了，我就告诉这个人，你去联络李文娟。好李文娟就说，是小咪跟我讲说要开发票给这个孙丁军的，而这个孙丁军是说，是这个小咪跟我讲说，你木可公关公司是可以透过他的一些，因为他是长期帮民众党做一些设计的，做一些服务的，所以你可以透过给他一个钱金额开发票给你，就等于是捐给民众党。所以这里面到底谁在说谎？而黄珊珊说什么？黄珊珊证词里面没有说他交代小咪。黄珊珊说，我就是跟李文忠讲了。而李文忠讲什么？李文忠说我不知道。我负责任说，我完全不知情，又来了。所以李文忠、李文娟都没认，小咪跟李文娟的证词又对不上，跟孙丁军的证词都对不上，所以这一块形成了一个罗生门嘛。因为李文娟我们都知道，她同时是竞选总部的财务，她同时也是木可公司的董事长嘛。说真的，如果有人要捐款或者是要开公司的发票，他可以选择开总部的收据，或者是木可公关公司的发票嘛。他有人跟他讲，他开什么都可以。那所以我觉得是李文娟说谎，一定有人告诉他，就是开了木可公司的发票给这个孙丁军先生嘛。而这个孙丁军的这一家公司到底是什么公司？叫做采丰情资分析股份有限公司。英文我就不念了，我的英文跟黄国昌一样烂哈。所以，但是它的英文名字前3个字就是 CIA。而且他在2023年的6月，他变更了他公司的相关的资本额，从100万变增到1000万，将近10倍哦。所以他到底在选举期间有没有扮演柯文哲选举公司的一环，而透过跟木可公司做假交易的相关的方式去处理什么事务？我们不知道，因为起诉书只写到采用了孙丁军的证词，他本来是要捐款的，后来开了发票，所以叫公益侵占，只做了这个部分。后来未来会不会变成另案侦办的对象？我觉得值得大家追踪，到底这一家 CIA 公司到底跟柯文哲跟黄珊珊之间扮演什么关键的角色？那另外就是郑淑馨最近提出了一些相关跟柯文哲跟中国的关系嘛，就提出所谓的乌钢大王廖万龙跟吴金国去接触习近平嘛。那其实，在2015年，我都觉得柯文哲在两岸关系上面，他本来是深绿的，不断的往中国靠拢，到底是为什么？后来慢慢印证了，他跟中国的关系可能要推到他在当医师的时候。为什么呢？2015年他提出两岸一家亲，说真的，一般来讲，两岸一家亲是一般县市政府在打开跟中国接触的一个敲门砖。其实两岸一家亲也不是柯文哲第一次讲的，是宋楚瑜第一次讲的。后来中国就用两岸一家亲当成是通关密语啦，就是你县市要交流，你就讲两岸一家亲。但是你要中央层级交流的话，你要讲9·2共识，这是非常标准的通关密语。但是柯文哲不只讲了两岸一家亲，他在2015年甚至买1送1送了9·2共识嘛。他说我认知到中国对于9·2共识的坚持嘛，所以你不必要讲，你为什么去讲？所以2015年我就台他去台大医讯一个专访里面，他自己讲出说，我为2016年中国其实希望我去选总统的。
那他2016年就要挑战蔡英文了。2014年如果没有蔡英文支持你的话，你柯文哲根本不可能当选台北市长。结果你2016年中国就想要让你去挑战所谓的蔡英文的总统大位，这为什么？背后有没有谁在做指示？更不用说后来他在2017年、2018年跟民进党翻脸的过程里面，我排他到绿色和平去做两岸一家亲道歉的专访的事件，他不到不到半个小时接到一通电话，就马上把这个道歉的新闻稿叫他的新闻幕僚全部撤下来。到底是谁打电话给他？他必须把两岸一家亲的道歉的说法全部撤回来，还导致绿白之间完全的决裂嘛。到最后，民进党是提名了姚文智来跟柯文哲竞选嘛。所以这整个过程代表柯文哲跟中国的关系匪浅。那我们推过去。他跟沈清卿见了21次面，我们就觉得说他跟沈清卿很亲密。他去中国是去了18次哦，他自己都不否认。他在当医生的时候去中国做了所谓的叶克膜的教学嘛，而叶克膜的教学在一本书里面他也提到了，那本书里面他说他去做叶克膜教学，而且大部分的叶克膜教学的中国的叶克膜教学都是他去传授的。另外，他叶克膜跟器官移植之间的关系，这个理论、这个论述、这个研究也是他做出来的，而且他那本书里面写得很清楚，他说柯文哲是有推荐人到中国去做器官移植的，所以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柯文哲跟中国的关系，不只是在选举选到台北市长以后，是在当医生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很多的资讯在中国，而是不是因为这些相关的资料跟资讯被中国掌握了，所以他不敢得罪中国。不只是在选举选到台北市长以后，是在当医生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很多的资讯在中国，而是不是因为这些相关的资料跟资讯被中国掌握了，所以他不敢得罪中国，这也是我们怀疑的很重要原因。我们一件来看，杨明可不可以先告诉我，黄珊的这些证词，刚才一直有大概做一些解读。那因为到目前我没有看黄珊出来讲针对这些有讲什么。可是这些证词，黄珊到时候会不会出来就跟你讲说，我是客观的跟你讲，有这件事，他是负责这个，他是负责这个，为什么你们要说我把柯文哲给卖了，然后我就讲成这样？黄珊会不会这样讲？对，其实这个哦，它里面的写法哦，是起诉的这个检方。他讲说黄珊珊证实了有什么事实，对，证实了什么事实，但是他不是黄珊珊的原句，所以到时候我讲第一个，柯文哲律师可能会要求勘验这个录音档，或者说你逐字稿拿来比对一下，有一段一定会，因为那个民进党3个字，那一定是误植。这边被告柯文哲曾以民进党名义收受政治现金之方式，怎么可能会是民进党啊？对啊，这个就真的快了。这个当然有可能误植啦，所以这个就要勘验那个包括录音光碟啦这些啊。这个跟事实上是有问题的嘛，所以我觉得到时候一定会在法庭上面攻防会变成一个攻防的焦点。那因为它不是像你知道是之前那个蔡壁如委员那个部分哦，是有流出那个完整的笔录，是那个问答的那种内容的哦。那所以接下来搞不好哦，这个柯文哲律师团也会想办法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然后去讲说，北检这个叫断章取义，或者说他们自行的解读啦。但是目前我觉得这一块也许是黄珊珊委员可以自己先出来讲清楚，我觉得这比较快啦。因为你看像我必须说，因为这种写法比如说如果今天他讲说，对啊，他有这210万有啊，有啊，有啊，确实有210万。对，但是如果问这一段问黄珊珊是有点怪，为什么我这样讲就是黄珊珊是什么时候才加入民众党？2023年的。你说他加入民众党，因为他选台北市长的时候，他还不是党，他是无党。对，所以那个捐这笔款项是2020年的事情。那这个问黄珊珊的意义何在？你说他最多是李文忠，他是针对那份那个讯息嘛，就李文忠2023年下半年有传一个讯息，这个给黄珊珊，柯文哲跟黄珊珊他们之间有一个讯息说这个给过了，不要再剧目。所以也许他是问的是这一块，那个捐钱的意思是什么？那也许黄珊珊就是讲说有啊，这个以前就捐过了嘛，政治现金嘛。所以我说这一块到底他这个如果今天单纯是写说用这个来证明，那
那个讯息其实之前黄珊珊是有说明过，他说这个是去年选举的，前年啦，2023年选举期间的时候的对话，那怎么会拿来证明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当然黄珊珊委员他自己应该要出来捍卫一下啦。这个因为现在被拿出来说明的话，我觉得有一点这个陷你于不义那种感觉。虽然他现在已经是党权也停了。党团权力也停了，他现在是双无啊！而且还有个委员，他就是一个在共产党叫双开，对，他现在叫还没有开除啦，双无啦，双停，双开后面要拘禁，对，软禁。他现在连党团会议都不能参加，所以我说，这个黄珊委员有说明的必要。杨明刚讲就是因为我刚为什么讲？因为到目前为止，最起码在录影这时候，你还没有听到黄珊委员针对这个有什么样？那你客观来讲。他是不是呈现了一个客观有没有这些事情？但是解读上面是不是像刚刚杨明讲说，可能会有另外一些解读？不过不管怎么说，小雨，所以那段事，其实黄珊委应该出来，因为你看嘛，媒体上面有很多人说，你看黄珊有没有去证明柯文哲是不是有什么什么这些？如果这一段话，其实黄珊应该自己出来讲说，你们大家为什么要这样？我就是客观，但不管怎么说，他自己可以出来帮自己去这一部分的辩护。而刚才易善讲的，包括在起诉书里面。你看到的这些东西，最起码事实部分有出现像这样的。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易善刚讲从2015年，包括从2亿家亲，包括柯文哲从那时候叶克膜一路到现在，所以郑淑馨这一次最近突然讲出来的这些词，包括什么？他是不是很早以前2015年就有想要卖国窃国，类似像这些？柯文哲很早以前就想当两岸窗口吗？两个部分来讲啊，哈，你还记得就是说那个蔡碧如啊，也是被指控说是柯文哲羁押的一个关键推手嘛。后来他不是跟陈志安推来推去吗？到底是共视觉比较伤呢，还是那个 WEN.com 比较伤呢？那个 Wen 到底是谁？对，那你看蔡碧如就是被写进去的时候，他就很紧张，赶快出来讲，还不排除要告检察官。对，这件事情更知识体大这件事情是不管是不是民进党，如果民进党很瞎啦，民进党很瞎啦，那你光是民众党，他是讲说收受政治献金的方式向被告沈庆金收受汇款的事实，等于说黄珊珊这个已经是比蔡碧如跟陈志汉这一脚更要重了。那连蔡碧如都可以出来赶快那个匹配狗要提告的动作，那我觉得这个对黄珊珊来讲很伤啊，而且甚至如果这是真的话，那黄珊珊在民众党还能够生存，我会觉得是非常的怀疑啦。好，那我律师没有办法看到这种一点。这段词我用中文再排列组合一次给大家看。他这一段，因为它分好几段啦，这一段是检方在起诉书里面是说，被告柯文哲黄珊珊正称的是。被告柯文哲曾以好了，那个词上面就民进党，不管你说民进党、民众党，名义收受政治现金，他曾经用以政治现金的方式向被告沈庆金收受汇款。我个人认为这一段应该是检方在描述，那柯文哲曾经用民众党要收政治现金的方式去收汇款，这是检方的口吻。那你如果看起诉书，应该是这样。我不是黄珊珊。我只是因为律师在看这些词，我个人觉得他的辩护律师一定会直接这样讲，但是到底是不是这样？麻烦黄珊委员请出来自己要讲一下这一段词。可是这个词一出来，就像小玉讲的，这个词一出来，大家看了一定会讲，哇哦，你怎么会正称到这一部分？一定会有人这样讲嘛？今天就是有这个法律师有讲了，他说这个会不会是这种非台面上的污点证人？因为我没有看到原文的那个，就像刚才问答，我没有看到原的问答，我只看到这份那个起诉书里面的这个东西，所以非台面上，所以我说应该黄珊委员要出来讲啊，是，而且时间这份出来好一阵了，对，至少这个档案至少传2个礼拜以上的。对，我就是说，相关政策还在压箱宝。其实珊委应该要出来讲一下这一块。对不对？最起码跟大家对个口嘛。他会不会有一种方式，就是你赶快出来否认，然后像蔡碧如一样这样子要敲锣打鼓，然后我要告。那另外一种就是，反正我们这个节目大概默默低调的，就2个人下礼拜就不会再讨论了。那也许对，看他属于哪一种方式。你不要这样，蔡碧如跟陈志涵两个那个共视觉跟那个 Wen 到底谁比较伤？
一直争论到吵很久啊，大概定钩机前面吧，2个女人战争啊，不是因为一直在说这个，不是因为蔡壁如她有想望嘛，她要选中央委员，那有可能还要是不是要她没有说要参选党主席啦，可是蔡壁如要一直吵啊，一直吵啊，跟黄珊珊不用啊，按照这个他说法都已经被双停还双开了，那这他还需要吵吗？所以他就慢慢低调，反正下礼拜我们也就不会再讨论这件事。还有其他的要讨论。对啊，好了，那看起来看黄珊珊的方式，可是我会觉得这个是蛮伤的啊。那再来就是说淑馨姐最近的爆料了哈，我个人会觉得说政治现金这一块是比较伤，因为这已经涉及到司法了。可是你说去讲那个两岸的部分，也坦白讲，柯文哲，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会觉得说他大概已经政治前途大概就没了。对，所以你说这件事情，你再帮柯文哲再去抹红他，我觉得只是伤上加伤啦，也不会再伤了，就这样啦。因为大家 care 的是政治现金，还有金华城。那你说他到底是不是就卖国窃国？这个只是把他的形象再差更差啦，就再差也不会是这样了。好，那他那个淑馨姐讲的意思是说柯文哲当时他确实是想取代国民党，去成为两岸的一个窗口的角色。因为第一个，他认为说，包括台派都认为他是墨绿，尤其他在这个辩论去讲那个什么连胜文伤口那个事情，感动了很多人，所以很多台派都会相信说，对，柯文哲你就是墨绿。既然是墨绿的话，那你要代表台湾去跟中国谈的话，你一定不会卖国，一定不会卖国一定会站在台湾的利益下。所以他认为说，他可以挟着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然后去跟对岸打交道。那甚至是不是要取代连战、取代宋楚瑜淑馨姐没有讲的那么明确。那但是你来看啊就是大家看一下，这个都是过往的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照片这个上面这个呢是2019年7月3号的双城论坛。那这是柯文哲嘛他跑去上海，那跟这个副市长宗明见面。那这个就是很有名，后来引发争议的，他是不是板凳坐1/3？这个照片坐1/3，你要看清楚，我让你看1/3的这个经典的照片啦那当时他这个全程还有那个笑容可掬然后你看起来这个气氛很融洽。下面这个就更经典了北门会2018年12月13号，北门跟蔡英文两个人的互动从头到尾就非常非常的冷，而且甚至呢还有一个经典，就是这个有个幕僚传一个纸条给蔡英文然后大家应大家要求把这个纸条拿出来，然后那纸条蔡英文就有念嘛，就说那个媒体都在说你们两个的互动很冷那你们两个要不要这个稍微交流一下？那当然柯文哲有说啦，就说什么柯文哲一定义善嘛，就跟他讲说你太轻松的话都会北软共，所以柯文哲说那不如我就严肃一点。而且蔡英文也有缓颊啦，他的意思是说两个人都在听简报，那你这样子叽叽组也不太好。可是大家就会对比嘛你跟我们这个元首当时的元首你看整个全程摆着臭脸，好像人家欠你几百万，但是你到对岸去的时候你不但板凳坐1/3还笑容可掬，所以大家就会认为说这个落差很大，他是不是当时就有进军中国，这个想要成为中国对岸窗口的一个想望。 OK， 那张图片，尤其那个北门会那个背景，观众朋友大概应该都非常清楚，那是2018年民进党应该算是地方选举大败的一场。对对对。然后柯文哲呢是在三嘎都之下杀出一条血路，赢了3000多票。对。那最后金选呢连任了台北市长。有那个背景以后，然后这一场的北门会，包括后来像邵逸夫他们讲说，是不是李文忠去传话，就是双方幕僚要见面以前。那李文忠是柯文哲这边的幕僚，是不是有跟对方就直接讲说怎么样？你们要来，我忘了那个词是要求和还是求饶？求饶还是求和？求饶，求饶，就是有没有去跟小英总的幕僚这边？这上面他们讲说，那时候李文忠是直接这样放话的。没错，我再补充一点，北门会是谁安排的？没错，我再补充一点，北门会是谁安排的？是林清龙跟林周明安排的。然后他们3个月后就被李文忠干掉，然后就导致接下来的金华城案。如果李文忠跟林清龙还在的话，根本不会有金华。林周明跟林清龙在的话，根本不会有金华城案。是认为两个，第一个那个照片。某种程度有很多人解读上是觉得那个羞辱的成分很大，对，就是一边是险中求胜，然后不可一世，另外一边那个时候确实民进党地方选战大败，但是再怎么样他是总统，
对，就有必要用这样的方式在进行像这样的一个会面吗？我没有在比上面哦，对，我光拿下面那张，有很多民党人解读那是个羞辱的一块的这一块。另外，你跟珊珊委员交情也不错，你不觉得这一段你觉得要怎么样去解读？不，首先那个谢律师在那一张照片之前，那是已经进到室内。那在室外，小英总统下车的时候，那么柯文哲站旁边，那小英总统很好意的，他看说，柯文哲你穿一套新的西装外套，那个小英总统就拍拍他肩膀，意思就是说，你今天穿新的西装哦，就你知道那个柯文哲什么动作？在小英总统手伸回来以后，柯文哲这样子呢。把抖一抖呢，意思就是说，没给我你蒙啊呢，这是一种极尽羞辱，你对国家元首这样子的羞辱，更何况小英总统在先前呐、柯文哲担任首都市长的时候，那多次用预算各方面的补助，像在捷运这个万大线上面对他的补助帮忙，对社宅的帮助，那这小英总统对他是多所帮助，但结果他这些都摆在一边哦。那我认为那一场虽然显示了柯文哲这么没水准，这么风度，不过我们也看到蔡英文总统他的气度了，人家他确实身为总统，身为元首，人家他达到就是说啊，你既然连任了，你是首都市长，那我就跟你碰面哦，听听看我们台北市有什么需求。那第二点，那谢律师你知道吗？其实本来不是要在那里的，柯文哲开的条件是说要蔡英文总统到台北市政府去看他，他是开这样子的条件呢。那因为蔡总统他并非那个只是头一站来你这边，再来他还会跟新北市长、桃园市长就是跟6都还有包括22县市首长来碰面。那如果来了你台北市政府，那新北市政府、桃园市政府，那每个地方都要总统自己去咯。这过去从来也没有这样子的例子嘛。没有让你说你一定要来总统府，但是你也不应该羞辱元首到这样子的地步。中国大陆之所以要来对叶克膜做深入的了解，因为他们要帮他们的权贵们去做那种毫不人道的器官移植。这个在很多国际性的报道里面都有。而在这个部分，我认为柯文哲去当了帮凶。你以医疗、你以教学之名去，但是你明知道中共背后是这样子不人道的企图，结果你还去当了帮凶。那我认为在这一个部分，柯文哲自己知道这个部分不怎么光彩，所以他这个部分掌握在中共的手上。所以大家不晓得记不记得，你要双城交流，你就双城交流。如果我们界定说首都那跟上海之间要就文化、经济、体育这些层面来做双城交流，那很好。可是你不是，你偏偏连过去呀，大家认为说，这个比较倾向统派的郝龙斌，他首创的这个双城论坛之后，连他去都不敢讲这些话。结果你知道柯文哲去怎么讲呢？柯文哲去2019年去，还得到中共这个国台办的嘉许，在这边写得很清楚那个他就讲了两岸一家亲两岸床头打床尾和，所以中共的国台办公开的就赞许他说，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柯文哲市长积极正面看待两岸关系，主张两岸一家亲，所以结论我们对此表示赞赏。所以柯文哲到现在为止是唯一一位，你在政治上政治工作者不管蓝绿白哪个政党，唯一被中共国台办公开钦定嘉许的，就是你柯文哲。但是我说到这边了，那谢律师，其实说实在话，郑淑馨这几天讲他的，说他是不是亲中卖台的这个部分，我认为这样子这个其实分两部分。第一点，柯文哲确实亲中，他确实在这个私下跟中共确实眉来眼去。当然，他个人有一些可能把柄被中共逮住这样子的原因。但是，我认为柯文哲现在的图利跟贪渎，其实跟他
是不是亲中其实是两回事啦。我们是其实要分开看。第二点，郑淑馨确实是最深入了解柯文哲的人，因为当年呢，郑淑馨帮他那个帮法已经超过我隔壁这位好朋友，我要叫学姐。对，因为郑淑馨是帮他经手大笔的政治捐献呢，所以我倒是觉得郑淑馨应该把这一个部分他是如何的亲中，那如何的媚共，那都事实。那在当年我对柯文哲翻脸，我在那个市议会对他的强烈的质询里面，其实都很清楚。现在柯文哲关在里面，他没办法对这一部分再做任何争辩。我们倒是应该看看过去我们议会如何针对他这个部分他的错误去批判他。那但是对于有很多我们还不知道的，比方说郑淑馨你帮他经手的这些，我认为这些政治捐献，这些讲出来我只能简单讲，如果这些再讲出来，柯文哲真正的是社会性死亡、政治死亡。柯文哲就算武功再高啊，经过这一些公布之后，我认为柯文哲经脉尽断了，你武功再高也没用了，已经是政治社会双重死亡。所以刚现在看起来的话，柯文哲已经没有政治上的一些未来嘛。可是跟刚才讲到，刚才施建文特别讲，他有没有跟中国大陆要眉来眼去的这件事，跟现在金华城政治现金所有这些事都要切开看，因为沈庆金在这过程当中，也有人把什么2018年的时候那个双城论坛的时候，沈庆金不是台北市邀的，可是他也可以做主桌，很多这些事情全部都摆在里面。然后什么廖万荣的角色再一摆进来，是不是他就是跟柯文哲跟对岸之间，就你现在已经搞不清楚，单纯的跟两岸之间，柯文哲是不是他自己的对于认知上，或是他自己的色系有没有改变？现在已经跟这些所谓的利益上的纠葛都缠在一起了吗？那是就所有的事情去黑他，就把所有的黑材料都弄在一起嘛。那我的观察就是，过去双城论坛大概做主桌的，从以前到现在，大概有一些大企业主，这个是免不了的啊。当然，然后尊重他的两岸之间也许有一些生意的往来啊，也许他跟上海方也认识，那来的话，两边都是朋友，那可能就会坐在主桌大企业主。所以沈清金那个时候在大陆投资不少，他在扬州有一个金华城对，那个哥斯拉群，对啊，扬州有个金华城。那现在经营的情况后来就没有看到，刚开始说还不错。那所以他在中国大陆在这个江浙一带是有些知名度的，然后在当地的一些国台办啦这些官员啦，基本上对沈庆金或沈氏家族大概有所耳闻。那时候他还有一些什么一些石化产业，也有去做一些投资。那后来大概我不知道，后面都不知道如何情况了。所以包含他了，他像一些做一些物流的过去在双城论坛里面也都会做到主桌的位置。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跟你在台湾有什么猫腻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利益输送，我觉得基本上是两回事两回事。那上海方也不会去管说，沈庆金在台湾有一个什么东西，所以呢叫沈庆金坐在主桌，请柯文哲多帮他忙，他也不会去管这个，因为是你自己内部的一些事情所以大概因为这段时间，因为大家把柯文哲所有的黑材料统统往他身上泼粪，所以就帮他弄在一起。OK，我们的20%现在到底怎么办？顶院20%要不要？对，他只说暂缓，对不对？对，这样他没说放弃。我的了解，其实李四川大概在2个多月前就开始跟鼎岳去做讨论讨论的过程有的就是私底下去做一些拜访，然后法律上面给有很多的意见。那鼎岳刚开始很硬，就觉得说，我退让不是正承认我有罪嘛？假设那万一以后假设法律上我 OK 了，那20%怎么还给我？你怎么还给我？所以刚开始很硬，但是我觉得随着最近案情的一些发展就是对于那柯文哲的部分，有些的部分可能比较明确，那我觉得鼎岳在这方面谈的过程当中就会比较容易谈，比较容易谈，所以就传出说他20%的部分就先暂缓，你这个暂缓已经有松动了，我觉得他已经 promise 他暂缓，因为鼎岳已经发表声明嘛，就是说他嘴巴还是很硬啦，说我不是抛弃。但是呢，暂缓那顾及社会上的舆情，这样子我认为这20%再也不会盖回去了，再也不会盖回去。那这个方案是大家都可以勉强接受的事情，甚至当地的一些民意代表、里长
其实不希望那边变成一个大废墟。当然了，那个地方的房价、地价还不错，而且未来会随着一些相关的开发，大巨蛋的往后端的延伸，所以大家不希望废在那边。所以这个方案，甚至连民进党的议员许淑华都说是3赢。OK， 未来是不是真的那个所谓的暂缓就一缓一去不回头？那28，那荣奖那部分就直接不要了，就用直接728去弄。那对沈进来讲，或对金华城，不管怎么样，从当初300多到560，现在已经到728了，再怎么样，应该都比以前好多了吧？但是话说回来。我也不知道，人心不足蛇推象，谁知道是不是真的满足于此？可是北市府也有说啦，说他们那个嫁妆就不要了嘛。可是北市府也有说啦，说他们那个嫁妆就不要了嘛，因为当时就说什么富盛公园的认养啊，然后周边嘛，就是你说我们也割舍掉了一些，对，就这个就不用配套的啦，配套的。我觉得公园的事情都小事啊。那就是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如果未来退1万步来讲啦，如果说鼎悦那边沈庆金没事，然后这个就他们都没事的话，那你就是第一个那个代金就变成北市府要赔代金给鼎悦公司嘛，那或者是容积率转移，也许20%的代金吗？就是代那个代金是30%，只有一部分的容积，对啊，一部分的容积就变成他赔钱给他了，就变得。不过20%的龙奖，因为是北市府的这个都审会给的了，对，所以这才是这个所谓的图利案情的本质。对啊，那个30%没有啊，30%是他自己买的。现在主要就是针对那20%的部分，20%了。那当然，为什么鼎悦很硬他就不谈放弃？他说我们没有放弃因为他说用暂缓暂缓就是说他相对来讲他就不是就是认定第一个他讲到他是合法取得是所以声明也这样讲，对他想这个是一定要现在一定要站稳了，否则他不就是出卖了柯文哲嘛如果他说我是违法取得，那柯文哲图利罪一定成立嘛所以当然以这个案情现在案情来讲，鼎悦他的立场就是说为了完工可是我有2个顾虑当然李四川一定说你们这个就先放在一边啦怎么样？所以他们最后决定用的是叫暂缓可是当然卢斯刚刚讲的那个暂缓可能会缓很久但是等到都盖好了还在缓，他先把完工这个目标达成再来讨论可是呢对绿营来讲拜托，你还有728对啊，你扣掉是20%，你还有728很高所以我说，可是就关键在于说，如果你为了那20%，最后搞到你根本盖不起来这栋楼，其实是得不偿失所以我想鼎悦这个是李四川去找那个他们董事长陈瑞龙瞧出来的啦但是有没有办法实行？当然，我觉得这个跟政治以及这个案情后续的进度有关系。OK，这个我补充一下，就是他其实为了自己被扣押111亿在做打算啦。因为如果没有暂缓的话，根本法院他没有办法去重新去启动，说我要解除扣押。因为你没有暂缓嘛，那我的111亿我就继续扣押嘛。等到判完以后，我再还给你。那他的资金就有压力，那资金有压力就没办法续建，没办法续建就形成烂尾了。第二个当然是台北市政府，我没有办法核发给你建造嘛。那现在来了，他如果只是暂缓，我核发给你建造是728%，你都盖完卖完了之后才判完，你也没办法再盖下去了。那所以只有台北市，假设判无罪，只有台北市政府还给你代金的这些容积率的钱嘛。但是被判有罪的可能性比较高嘛，所以大概也都盖不回去了，至少不会盖到840%了，大概就是728%盖完卖完之后就看法院怎么判定。OK， 但我想除了大家在看到这笔钱以外，过年嘛，对，快过年了，大家就看新闻一打开，哪一个行业年终奖金多少，民众党。今天讨论到他们的年终奖金能不能发1.5个月，黄国昌代理主席就要想办法去从半个月的年终奖金。那有很多人讲说，民众党难道真的发不出1.5个月的年终奖金吗？而这里头，我刚刚讲起诉肉爬书，现在大概每天都会有1%，然后里面包括徐府在这里面正称的时候讲到那个折扣码，这个折扣码讲出来以后会出现什么事吗？好，这个我们来到民众党还活在外面的人这个党务的问题啦这个徐府陈世涵夫妻，他们在这个证据清单上面的部分被四叉猫爬梳出来，夫妻好像有一点不太对得上的地方
什么样的地方不太对呢？徐府的证称是说哈，他说哈，这个其他人有没有宣传？有，但有没有收到钱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老婆有收到钱呐。这个先生当然会知道老婆有收到钱，但老婆呢没有讲说有收钱呐。那证词的部分说有宣传呐，没有提及收钱。但他是怎么样没有提及？是否认呢，还是直接带过去？有做宣传，然后没有去谈钱进来的部分，这不太清楚。这要去看到实际的卷证才会知道。因为检察官理论上应该是会问啊，就是你有没有收受这个什么带货费啦，或是什么分润这样，应该会有。好，那当然这一个就是一个比较细琐的部分就彼此证实一比对下来当然是没有黄珊珊刚才那么大条，但是不要忘了这两位会牵扯到起诉书的另外一个部分，就蔡壁如说这两位是劣币的部分就是在。如果蔡壁如班师回民众党，这两位大概留不下来，因为蔡壁如说他不喜欢劣币驱逐良币，徐府陈自然被他列为是劣币的部分所以这些东西大家就会自然会有一些联想就是接下来黄国昌时代，包括代理主席，2月15以后，如果没人挑战的话，就正式主席；如果有人挑战蔡壁如，但蔡壁如应该选不赢了好，黄国昌时代如何去治理民众党，风格会跟柯文哲时代有不同吗？第一个大家想到就是钱嘛，钱就是最现实。除了1.5亿的那个补助款，对，你每个月的薪水会不会有嘎不过来的状况？其实我们在之前就是讲，民众党最虚耗的一点就是他最近在柯文哲被关进去之后，办了大量的群众活动，花了很多钱去办，但参加者不多，一直到111才有15000人的规模。好，那这边为什么会特别去提这一点？因为突然跑一个新闻出来。说民众党原来只有1个月的年终奖金，但黄国昌去募了260万，让他可以大家都领到1.5个月，就是黄国昌把多出来的就欠的那个0.5个月补上了。传出来，当然是大家会觉得哇，这个代理主席蛮不错的当然也有一些政界人会提醒了就黄国昌募到这笔钱最好不是自己的，如果是自己东一个钱进去，然后发0.5个月的年终奖金。放完年假回来之后，立刻自己要选党主席，会不会有点连结会有点不太妥当的地方？好，这个都小事，但重点是理论上你编预算，通常我们政党，即使像时代力量这么穷，我们也是为了基层的党工，我们会编1.5个月，然后就先提前去准备一笔钱。即便我们现在相对困穷，我们也会想办法去把它编足。我知道国民党是没办法因为国民党一直都是负的那这一个部分呢？民众党会不会做？理论上他会做，理论上编了，但为什么突然到了现在说，只能发1个月？他们自己承认活动办太多了，所以钱不够这就有点莫名其妙。你预算项目不是都是固定的吗？那显然就是有人追加了，就去年下半年追加一大堆活动，导致他现金匀不过来，出现了一个破口，0.5个月，所以黄国昌提起去募，所以这个包到底是谁搞出来的？怎么想来想去，应该又回到。扩大几级中央应变小组那3个人，其中主要的就黄国昌。你办那么多活动，果然就没钱了。然后现在当然他赶快去募钱，表面上其实好像是他很愿意为党务付出，但实际上只是填自己挖出来的坑而已我觉得这就是民众党接下来应该是蛮大的一个考验啦就是他们实际上到底在柯文哲案之后，还有多少金主愿意驰援他们？如果都只剩黄国昌自己一个大梁独挑，到底挑不挑得过？那当然，除了这一件事情之外，因为现在正好也有3预算的事情3预算的话题，民众党也有很多提案嘛，大家也会觉得说，如果你删成这样，我这个年会不会能不能够好好的过？比如连中研院黄国昌自己10年的老东家也被删那当然。像这一种，当然最后协商会协商掉了。那落人口实嘛，你自己让自己的民众党过个好年，结果你不让大家过个好年，然后你删的理由比如打诈费用的那一些，等一下我们也会谈到，就是你用打诈不利，然后删预算，然后去删打诈预算，逻辑前言不对后语。当然大家也知道那可能就是助理在那边乱写，然后他也没看就乱签因为立院到最后面疯狂提案的时候，大家就是一团乱嘛。但是大家又会想到，我这么努力上班，我努力做工作，我不会出这种包，可是我预算被你砍掉。但是你那边的党团助理呢，你还给他加发0.5个月，因为全部都党公职嘛，情何以堪呐
好，所以像这种真正开始当家做主之后，你所做的东西就会被人拿来类比了。所以过去柯文哲扛了很多的业力啊，现在就变成黄国昌身上的包袱了。国昌老师是黄国昌参选党主席，其实你说以声量，以他党团总召或各方面。其实算一算，应该也大概就是他，因为他是要参选的嘛，那应该有他。可是为什么他一个参选会引起这么多一些的讨论？网络上面那张照片，听说也被出征的很厉害，是为什么？这个黄袍加身哈，这一张图啊，我们过去大家都讲啊，终于即位称帝啦。那个《甄嬛传》的胖橘猫终于演到76集下来了，就被干掉了嘛，换了新的皇帝上去了，雍正不行了嘛，换下一任，换乾隆上来了。好，过去都是我们批判民众党的人去讲到这个皇帝即位啦，黄国昌终于拿到他心中要的位置啦。我们有嘲讽，也有考量到他内部权力斗争的环节，但这一张图呢，是网络媒体老天鹅自己做的一个封面图。当然，封面底下他的新闻其实表达的都还算是正面，但问题来了，老天鹅在最近这1-2年来吃的都是白粉，也就是小草的流量。他吸小草流量吸到都是，其实老天鹅已经没有什么其他人会去看了，底下的所有观众都是小草。那他还贴这张？对。这张其实我还是要强调，里面的内容对黄国昌没有任何不敬啊。你那个是封面封面颇有不敬啊。底下一堆小草就开始洗，每一个都是你可以看到有些会员留言，就是有真的缴钱，就说我要退订了。现在皇帝明明就是赖清德，他这个是承担一个重担啊，你怎么可以去讲说是他是即位要退订了，不然就是你老天鹅预算进来了哦。意思就是说我收赖清德的钱，因为画了新年度，就是过去同样，民众党又来批判其他所有媒体，包括我们传统媒体，包括其他新媒体的一切话术，业力都作用在老天鹅身上。那我觉得老天鹅也是有苦难言，但是我们其他人，包括网络上，包括绿营侧翼的嘲笑，就是说养草为患呐。你当初养的自己底下都是小草，草的密度太高，就跟加州大火一样，一点就燃的。你当初养的自己底下都是小草，草的密度太高，就跟加州大火一样，一点就燃的。现在根本救都没得救。当然了，我认为其实这个现象传达出一个小草对于现在的这个黄国昌刚上来的情境，他是有高度的不安的。他会觉得自己很脆弱，我们随时会被攻击，然后就整个溃散。我们已经失去了柯文哲，我们不能再失去黄国昌。我觉得这样的心态会让他们进入一个高度防卫系，变成一个超级刺猬。那接下来是不是能够让黄国昌真的能够把民众党导回比较挽回，不要再走那么激进路线？我觉得会是很大的考验。因为要扛一个党当然不容易。那黄国昌现在是代理主席，那接下来2月中以后会不会就是民众党这正式的一个主席？可是，在过程当中，尤其被问到要参选党主席这些相关的一些心路历程，让你先看一下来。可不可以讲一下最后思考这么久的时间，愿意来加入这个补选的原因是什么？我必须老实说了其实真正的关键还是跟柯文哲主席的长谈。柯文哲主席心心念念的都是台湾民众党的发展。熊阿寿刚才在看人家心路历程，人家要告诉你跟柯文哲长谈以后才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你刚才在笑，你还在叽叽咕咕的，对，为什么？这样我会被出征没有啊，当然是新建啊。好了，第一个啦
就是他那天的那个行程其实有一个那个插曲啦，就他那个议员不是他办议会嘛，那议员不是带他去看那个环境嘛，对不对？那他有带他去那个备询台，那他备询台就在那边看一看，结果有一个人就喊说，蒋万安的位置你要不要坐一下？这样，然后他本来要坐，后来那个有一个幕僚就说，不能啊，因为上面就是有那个摄影机在照啊，他一坐下去就变头条啦，对啊，他就算不坐都被你拿出来讲，没有，这是幕后插曲啊。OK， 那请问一下，他做那个头条会怎么写呢？就写说，黄国昌不只要争取党主席，还要有准备市长大位的企图心。哪个市？台北市啊，台北市啊。那好了，就刚好我最近听到的消息是差不多啦，哈，就说第一个。就是黄国昌本来蔡壁如不是还要说你选新竹市，对，御驾亲征。但是就我可靠的消息，就是高虹安100%要回去选新竹市长，这个是他最近跑得非常勤。对，而且他的这个所谓他的官司，很多人说一审没有啦，那个没有影响啦，尤其现在那个宪法法庭又卡住了。反正以法令上来讲，因为他现在一审判完以后，那高院停止审判，然后申请释宪，在现有法令之下，他是可以选的。对，所以高虹安100%要回去，但是高虹安因为他已经退党了，所以他要选的话也是无党籍啦，或者是他要跟民众党再怎么谈，我都不管。那所以就说高虹安要回去选这一块，等于说你这个黄国昌还会再去新竹吗？这个我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了哈。那为什么就是说我得到的消息是说黄国昌会去选台北市的可能性比较高？大概几个点啦。第一个点就是说，因为台北市还是民众党的大本营，他至少保4有4席嘛，对不对？那他其实坦白讲，你去选其他的县市，赢面也没那么大啦。但是如果你至少你民众党，如果你连保4都没有的话，那他第一站真的可能就要关灯了。所以第一个啦哈。那第二个，黄国昌擅长的是什么？擅长的是空战。那你其他的县市，尤其你越偏远的县市，你打空战的几率越小啦。所以你还是在首都，你去打空战，这个能量是比较高的。那就是刚好黄国昌擅长的。OK。那第三个啦哈，就是说他还是要维持蓝白合的关系。那你那你说啊，那他将来要打蒋万安，事实上黄珊珊也打过蒋万安啦，所以这个没有差。后来打完之后，反正你也不会赢嘛。我还是唱衰啦，我觉得赢的可能性很小啦。那基本上你还是不会去影响那个蓝白合的大局嘛。那最后他还是可以去打着台北市，顺便还可以救阿北，还是可以继续去。你说消费也好，或者是说叫救阿北也好，他还是可以打着这个旗号。所以对他来讲，这场仗可能很难赢，但是要怎么样去获取最大的声量，那就是选这个。而且坦白讲，他也必须要主帅亲征嘛，要不然人家一定要挑一个地方嘛。对啦，既然这样，就应该打全国最瞩目的地方。唯一的一个变数啦，就是他是确战，就是因为他确战的就那个过往的经验太少，太多了，所以如果他不确战的话，选台北市应该是他最好的一个选项啦。不过黄国昌有特别提到，他说是跟柯文哲还是要想回到跟柯文哲长谈的那一段。当然我不知道他们到底长谈了多少或什么，因为他本来跟柯文哲的协议是他不会管党务，不管什么。后来他是有讲说，现在已经没有他置身事外的任何空间了，所以他一定要扛起来的意思。所以他等于是背着十字架在当这个党主席，一路带着民众党往前冲啊。我认为大家看那个画面不觉得很假吗？我简单讲几个字哦。腰贵给谁里啦？他明明就是要民众党主席的这个大位，那他现在不得不尊柯、永柯，那要抬着柯出来，就是说他要帮柯复仇、报仇，讨回司法的公道，这个是他来担任党主席最大的正当性。他的道德基础都建立在这个上面嘛。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待会我们要提到的，他如何在立法院兴风作浪，如何借由这一次2025年预算的审查，这是黄国昌提的，光他民众党提的，他对整个总预算，你看他的看法，它是全面性的报复性的这个包括这个国外出国旅费、教育训练费啦，这些都减列60%以上，包括最日常的水电费这些都要减列38%，到最后他说这一些所有的减列删除，如果没有达到930亿的话，那就要补到930亿为止。所以他是用这样子，他把整个民众党这8席的立委跟他整个党当成报复的工具，用来报复这个柯文哲被这个司法就是说把他强压、把他强关，这是他现在这个说法，所以他不得不
到现在为止这么演。但是我刚刚跟易善同样的看法，他演这一些啊。他不惜用总预算，不惜牺牲国家社会一些重大的这个公益，这些他不惜牺牲这些，但是所有这些演，大概就演到他当了主席之后，我看他会渐渐松了，再来他就要考虑他自己他未来的前途，所以我个人认为他不会来选台北市长。原因是什么？他除了是靠柯文哲让他上位，他掌握了，他夺取了这个民众党之后，那他之所以8席小党的存在，他也必须跟另外某个大党要结合啊。像现在，他针对民进党，除了说帮柯文哲报复以外，民进党是执政党啊，所以他这样子跟在野党。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2个去唱和，去兴风作浪，刚好他又可以符合说，他强调的公益啊，他是永远的在野党，他都监督执政党所以他又有戏唱。但是如果说他连蓝都没办法跟他合作的话，那他一点用处都没有，那他8席算什么？怎么连个基本的提案什么，通通都不可能过。但是如果连他不选的话，民众党就什么都没有，就没有人可选了啊。那民众党，大家不要小看民众党那几席那个议员呢，他们各自他不需要有母鸡，他自己都可以活得很好。你像学姐不管你学经历过去的表现，到他现在整个这个柯文哲案的过程里面，你看学姐很中性很中立，他并没有一味的就完全就顶过去，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不管是他的问政或服务，他都有得到地方的肯定。那另外几席的议员也大概是这样。OK， 虽然我们是非常非常讨厌柯文哲，但是即便这样，他这个那么烂的一个主席之下，他也有栽培了有几位确实青年的心境就是他们那几席议员其实是不错的，所以我认为啦，黄国昌不会只为了说那我要带几席议员，你来选市长，你能几席议员？总共台北市12区有6个选区 ，OK， 就算你每个选区都去当选，你能够帮助每一个选区1位的话，你现在就已经4位啊。那你只是多拉抬了2位而已，所以我认为绝对不会，他一定是配合国民党，配合蓝军，因为蒋万安的强度在台北市政的强度不是那么强嘛。那国民党不可能甘冒这样子的危险，说你黄国昌那么会演，那哪一天你演过了头怎么办？你风采胜过了那个蒋万安，那整个蓝白的票都被你拉去了，换你去当选，这是国民党不可能接受的噩梦。可是连郝龙斌，你看他那时候讲柯文哲，说一定图利什么什么，讲成这个样，但他还是说不管怎么样，蓝白还是要合作。所以可是议会也很难想，因为这次好了，民进党的朋友每次都在讲说，柯文哲的账不要算在民进党头上。那因为是钟小平去告的，是游淑慧是调查小组的，就是每一次都会把这个东西再拿出来。所以你们现在到底怎么看蓝白之间的问题？这样子，单一席次势必合作。不要县市长、立委县市长这些单一席，所以已经过去看得明白，只要蓝白分裂，大概就基本上就被人家拿走。OK， 你看大家比较在少谈那个宜兰那席也是那宜兰那席，宜兰那席立委也是那个民众党跟跟国民党都各推人选，国民党是一个黄嘛黄议员嘛。好，那所以沙卡都这个大家去年选举已经学到教训，再怎么笨不会重演。你再重演的话，你的支持者都没办法原谅，那是单一选区的，这搞不好就干脆就不投票，让你们整个垮掉算了。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单一席次一定要。那至于说黄国昌会不会选台北市，我觉得如果他选台北市的话，就等于要去破坏蓝白合。因为选举是这样，选举没有说我只拿10%就好，我把我的小鸡 cover 住，当然我就不往前走了，没有这样子去算。选举是越选越疯啦，越选越进入状况。觉得说，我今天民调看得不错，而且有时候民调会不会出现那种偏移转式民调，或者我故意把黄国昌民调拉高等等，很难讲。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他去选择台北市，那我觉得蓝白合这部分就会面临到分裂。这个对黄国昌来说，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算的棋。OK， 那再来，他如果说民众党他现在是1区1席嘛，所以未来大概顶多在2席的空间。2席的空间，如果我以黄国昌纯粹是以
最大助选员、王牌助选员的身份去来的话，因为选议员不是拿50%的票嘛，他拿7%，就名列前茅了，就不错了。所以其实以他这个超级助选员这个7%、6%的票，他还是拱得住。OK，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当黄国昌带领了民众党，奕善是跟以前你帮柯文哲的时候，是柯文哲带的民众党，他最大一个差别会在哪里？当郑淑馨一直不断的在讲柯文哲是不是好，讲白一点，柯文哲就已经不是墨绿了，他就已经是跟对岸之间有这样的一些状况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小草有很多是年轻人，是如果你讲年轻人是天然毒啊，这样什么这些，他们能够接受像这样的状况吗？如果是柯文哲带着，也许他们没办法接受，但黄国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啦。从2014从那时候太阳花一路过来，他一直是青年的导师这样的形象啊。所以这些就不会有问题了吧？当然不是。柯文哲的演技当然比黄国昌好很多。柯文哲绝对不会这么恶心的演啊。刚才那荧幕上黄国昌还要沉默10秒钟，其实柯文哲演得很真诚。他骗了10年哦。他骗了10年，其实有2大招数，第一个就演嘛，演里面跟外面不一样。我们说真的，我们很多事情，包含我都是看了起诉书，包含是这几个月讨论所谓柯文哲案的相关细节，我们才知道你原来里面是收来收去的，外面演得很真诚，我很穷啊。黄国昌演的穷一点都不穷的样子啊，他马上可以3000万就帮柯文哲交保啊。那你这些你也要演啊，结果他也没演啊，所以这个黄国昌演技比柯文哲差。第二个。柯文哲的战略观是比黄国昌清楚很多，所以他可以挟15%到20%去跟民进党换到台北市长。当民进党不被他骗的时候，他拿这15%、20%去跟国民党换，那他换到新竹市了，再用新竹市再去跟你国民党去呛下蓝白合，最后破局了，我还有300多万，我有80立委，整个10年在政治权谋上面，柯文哲是玩得很成功的。他失败的是他的做人跟他的金流的关系嘛，金钱的关系嘛，而不是他政治操作上的关系。而黄国昌的政治操作没有柯文哲这么高，我就讲。这一次，现在民众党的实力现在只剩下5到10%嘛，至少以美丽岛民调里面，其实有5%是被黄国昌赶走了。时代力量粉当初民众党会拿到20%，有5%是黄国昌带来的时代力量粉，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回去了啦。在第一次你在国会里面当傅崐萁的小弟，早就跑光了啦。所以为什么黄国昌现在言必称柯文哲？因为他已经没粉了，他必须巩固剩下来最后的小草，最后的小草就5到10%的小草嘛。柯文哲的粉也因为所谓他的贪污案跑掉一半了嘛，所以大概只剩下5到10%。这5到10%你怎么蓝白合？你已经不像柯文哲那时候有底气，我有15%跟你画 Paracam。因为我们都知道，选举里面最关键的趴数就是15%，这个叫弃保的趴数。如果我有15%以上，我不会弃保，我会支持我的候选人，因为有当选希望。15%之下，你没有喊牌的权利了。所以他之前柯文哲敢喊双北换，我黄国昌去选新北，台北市让你蒋万安，这叫双北换，是因为我有20%的底气，我可以跟你国民党画 Paracam。当你没有20%的底气，你只剩下15%到10到15%，你只能换到新竹跟宜兰嘛。宜兰怎么换？你吴宗宪也要选，陈婉慧也要选。陈婉慧是告林姿妙、检举林姿妙那个人你国民党最好让给陈婉慧，民进党开心的要死，林姿妙的人全部跑光。所以蓝白本身就有具有的矛盾，包含在新竹市高虹安现在已经不是民众党了，所以国民党要不要跟高虹安合作，甚至国民党要不要把高虹安变成国民党的，这都是国民党可以下得棋呀。包含在新竹市高虹安现在已经不是民众党了，所以国民党要不要跟高虹安合作，甚至国民党要不要把高虹安变成国民党的，这都是国民党可以下的棋呀。你民众党在新竹根本没棋，所以大换小已经不可能，只剩下换议员一招嘛，因为你剩下5到10%，大概每一区1席议员嘛，那你要求国民党礼让。OK， 所以为什么台北市党部的主委国民党的现在喊说我 N+2，我每一区要把民众党那席干掉。黄国昌反而丢了说我本来的 N+1变成 N 哦，现任的议员我可以保住就不错了这个就是民众党现在最大的危机嘛，因为黄国昌的能量不足柯文哲，而不足柯文哲的底下，蓝白合只剩下国会那8张票被傅崐萁带着跑，
在基层里面，国民党根本不可以不理所谓的民众党。但姚明，不要讲那8张票，这8张票很重要啊。你8张票怎么算？如果理论上是那8张票倒哪里，就哪边赢嘛，就是这个样。只不过看起来经过了柯文哲又被羁押，然后黄国昌现在是民党的代理主席，而且跟傅昆萁在去年1整年的合作看起来，再到这2天，你看到他们跟老柯柯建铭、柯总召大家吵成这个样子，所以未来这8票应该就还是国民党这一块。不管怎么说，就是在立法院这个地方，或是未来在大罢免。如果真的要走，因为2月很快就到了，白银的力量还是某种程度重要吧。今天赖总统跟韩院长咖啡喝完，有任何改变吗？有假法。现场有参加的立委说咖啡很好喝。哦，这样 ，OK， 就是咖啡好喝哦，但是哪一家？当然，现场变成他的焦点哦，不是2个人说什么，是这一幕，这一幕哦，就是赖总统要送这个访团哦。一个礼物，它是保温杯哦，因为天气很冷啊。然后呢，韩院长指着他的头说：“啊，你应该送我一顶假发，冷死了。”好，对我跟你讲，华府最近真的很冷，下礼拜1就职那一天的气象预报的温度是-4度，是最高温。最高温零下4度，最高温零下4度哦，最低温是零下12度哦。但是好消息是没有下雪，是晴天。OK， 所以呢，我想韩院长真的要做好保暖了哦。那这一场其实我觉得这个互动哦，那当然我昨天有一些人就要问说，哎呀，这个韩赖会面啊，会不会有什么火花？我说你就等着看韩院长会讲什么幽默的话。果然出现了果然出现，但是就是幽默的话而已了。当然里面有一些这个我觉得有点高来高去了其实2个人彼此在致辞的时候，因为你看像赖总统说，在福尔摩沙。没有什么仇恨不能放下。对，你看蓝白合都放下了。我说蓝白去年前年底打得乱七八糟的，最近彼此都说我们都可以放下来。你看郝龙斌也说嘛，对不对？虽然我对柯文哲不满，但是蓝白应该合作。你看，所以我觉得赖总统某种程度也帮蓝白合下了一个注解啦。在福尔摩沙没有什么仇恨不能放下。他为什么不讲中华民国，不讲台湾，要讲福尔摩沙？没有关系，他也有讲中华民国台湾。那韩国瑜也讲台湾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就不用特别去拿这个来做。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是引用那个一个漫画家的那内容，那是一个漫画的对话。对，那里头他是直接援引过。没错，没有什么不能放下。好，那其实今天这场会面里面有一个小花絮啦。就是说他们闭门。就是说2个致辞，大家就要知道避免到底讲什么。对，在里面那个因为他们就讲到这个总预算卡关的部分啦。因为韩院长连续2天，包括今天总预算最后没有进度，协商没有进度。然后呢，这个所以在场的那个国民党的立委就说：“哎呀，这个韩院长应该跟老柯应该他们先说，请赖总统交代给老柯。”说不要再在朝野协商里面谁讲一大堆这个长篇大论，然后大家都不能有进度。然后赖总统说那这样看起来应该是韩院长要跟柯建铭总召先喝个咖啡先这样子先有这一趴然后紧接着国民党立委就讲说其实我们那个很多预算提案，现在最近很多这个公民团体啦什么通通都反弹他们说现在有3000多个提案，他说国民党团今天已经开始做内部的。协商，就是虽然朝野协商没有进度，但是内部会先把一些提案整合比如说像砍公式那个全砍的那个，听说一定要把它改掉了一定要改掉，所以他们内部会先做整合。好，然后呢，他说等到整合完，看明天如果有协商，再到协商里面让行政部门说明这样子。然后现场王定宇委员这是李彦秀委员讲转述，他说王定宇委员听到这一段，他说对，国民党应该要这样，他说老柯这样做不对。哇。王定宇委员在里面讲老柯，他的意思是说老柯在朝野协商不断的冗长发言，这样子让协商没有进度，这样不好。他说应该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协商的模式。所以这一趴我听到我也觉得哇，最近老柯跟王定宇好像不太对盘，外套。好，这个是闭门会里面的。但是如果今天讲到民众党跟国民党之间的这个竞合关系当然你说这一次连预算因为在朝野协商没有进度的状况下，国民党说他们内部协商完会找民众党协商。
这两边协商完就已经决定了。对，其实这两边如果都有共识的，那就是该砍就会砍，该删就会删了。所以我说，现在的朝野协商变成只要蓝白两党协商。只要在野协商完毕，剩下就是去表决啦。因为他们也有算过表决的时间，这个昨天黄国昌自己讲的，他们算过，大概一天400案，2天如果是下礼拜1、礼拜2都表决800案，他说最多就是800案的时间，他们应该有机会。然后他说如果没有重复表决，可以表决更多，但是如果3000案是绝对表决不完的啦，所以他们会把它浓缩那这2天应该就是他们所谓的浓缩表决提案的关键时间。OK， 但我知道，如果要是韩院长跟柯总召，如果要是大家真的要喝咖啡的话，我不知道黄国昌总召要不要参加。那如果参加，咖啡杯里面不要摆咖啡比较好。因为我怕可能要摆一个烟灰缸之类的，就是我怕大家会泼咖啡，你知道吗？千万不要，大家不要有火气，好不好？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杨明刚讲的一段话，会不会就是未来2月大罢免的一个伏笔在里面？就是包括这些预算，在野协商完以后就决定了。现在是谁执政？是民进党执政，预算编列是政府编列，编列完当然本来就会，你说立委要监督。总是会有一些是不是有浮编的，要不要砍？是，但是在这里面，如果要是在野协商完就决定的话，那这简直是小雨，那就你们大家划 K 就好啦，你们全部都已经这样。2月会不会有大罢免？某种程度有人在算席次，在算什么？可你真的要算到罢免完，民进党会变成57席，很难吧？因为国民党也不是吃素的，坐在家里面天天睡觉，你罢他一定也会往回走。所以从41对38，现在变成什么9宫格啦，什么，然后这些一路往下走。但是，就算大家有没有赖总统跟韩院长那个氛围好不好或什么，但只要一旦进入到眼下最现实的事情，如果万一到2月真的公民团体开始，如火如荼的开始各地罢免的时候，大家哪有什么好氛围可言？第一个啦哈，我觉得说民进党还是要拿出策略来，然后你可能要精准打击，就包括就是说之前是萨卡都的，或者是说比如说是精神险胜的，对，就这个地方嘛。所以我要精准打击嘛。那第二个，我就是说国民党在这一次的总预算的部分，会不会再烧起另外一把怒火？比如说刚刚杨明讲的那个什么公视的预算啦，那还有很多很瞎的。我先讲一个总结了，就是说我们跑立法院跑那么久，就民代去监督预算，就是你要。譬如说这个预算不合理，譬如你会觉得公视的预算你觉得他台湾 Plus 做的很烂，或者怎么样，那你就去删这笔预算，或是说你去觉得说包括什么数位部啦，你觉得他做的不好啦，你去删他的那种什么交际费啦，因为你都做不好，你还去交际应酬，这个你是可以说服大家。可是你不能说我全删我数位部全删，我那个陆委会全删 ，NCC 全删，我就等于是废部。那好，那当然我问国民党朋友，国民党的朋友就是说没有，我们这是画帕拉 K， 不是预算不能这样，你没有办法说服民众。那我好，那现在不是，如果说按照这个逻辑的话，那全部人都可以在当议立委啊。反正我就是喊预算，我跟你帕拉 K， 几扣啦，能扣啦，不能这样嘛。你3个预算，你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要这样子删。那甚至啦我教几个比较新科立委的啦，我知道这个要讲因为3000多案，3天3夜讲不完，我讲几个新科立委的，像这个廖先祥廖先祥他就去删了这个什么那个外交部的预算，他的理由就很瞎嘛，他是说当时我们跟这个洪都拉斯断交嘛，那洪都拉斯就是跟中国白虾卖不出去，对，后来中国没有履行他的承诺，就没有去买白虾，所以后来导致洪都拉斯的经济很烂。那廖先祥认为说，你这个时间点呢，你台湾政府外交部就应该有所作为，你要去赶快把洪都拉斯抢回来。可是你没有，所以外交部你为什么我还要给你这些经费呢？所以我就大删他的预算，我记得是删了好几亿啦哈。对，那你光是这一点，那大家都会觉得说你是不是真的很瞎？就是网友就想说瞎爆了嘛。那还有包括就是说你说数位部打诈。说他打诈预算，就说他打诈做不好，然后你又删，那大家就会怀疑嘛。可是你可以讲这个，可是他的理由是说，因为你宣传不够，所以干脆就把你宣传费删了，这很怪啊！你都嫌他宣传不够，那你为什么还要再删他宣传的预算呢？说我觉得说，还有包括今天黄国昌他也在叫板，他刚刚又发了一个文嘛，因为他删了一个什么台铁铁道安全的预算，那他的原因是说，因为我们的铁路安全做不好，所以他要全删。那
不是啊，你都嫌他台铁路做不好，你还把他预算再把它删除，那他安全预算，他的安全要怎么样来维护呢？平常讲，这些对所有的观众朋友来讲，除非你真的是关心所有这些关心到非常细，但是国民党最起码在这一次预算的过程当中，朱立伦拆了一个一定会变成炸弹的东西——潜舰预算。我的意思是说。你只能说国民党在看这些的时候，他知道那些反正你讲一句，他一定也会讲一句。你说那删的烂，他就会说他其实编的烂。但是潜舰预算这件事情，朱立伦一定知道，这个东西只要一出来，老百姓一定会炸锅。就你干嘛把我们潜舰预算给删掉或什么？所以他拆这种炸弹，他拆。其他的那些你讲说那个瞎爆了或者什么。他就跟你讲瞎爆了什么，我们大家不需要，就是每个人都有说辞，你知道吗？那这些到最后又会回到，我还是回到那段话了，就胳膊肘粗的说话，他结果就是这样啊。当人家加起来稳稳当当62席的时候，你要怎么跟他说？所以我觉得2个点啦，立法院到底什么法案是嘛？我就跟你讲，因为老百姓他关心我相信关心台湾未来什么的老百姓多了。但问题是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他哪知道这个细成这样？你们都说有3000案，我不可能天天跟你听了3000案。我做总结啦，总而言之，我觉得就是说，民进党你要精准打击啊。可是而且你的这个政府部门。在大家帮你捍卫预算的同时，你自己对你自己要出来捍卫嘛。那最后啦，其实然后这个大家会有兴趣吧？就中配条款嘛。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讨论？因为油耗又是新科立委，他去提了一个中配啊，这个中配所以6减4的部分呢，他去讲说，因为要跟外配一样公平，所以要6减4。好，你讲说那个公平的部分，我们已经讲很多了。那包括你中配哦，你也不用放弃国籍，你也不用申请规划，你也不用考试。好，那甚至你的双亲还可以来台湾。但是有一件事情，大家一定会炸锅，就是他们70岁的双亲可以来台依亲之后，可以用健保这件事情，大家会炸锅。因为去年那个徐宇珍已经提过一次，当时就有87%的台湾民众是反对的，就后来丢回去。这次油耗卷土重来，而且在礼拜5的院会已经排入议程，有可能会复委。那坦白讲，大家我觉得好，你说这个什么3预算大家不关心，可是健保是大家会关心的，因为你70岁的双亲，你即便1年你限他60个人来台湾，可是60个人我们都觉得说是第一步，你开了60个，以后就会600个、6000个、6万个，你这样一直开。那还有这70岁的双亲，他们以前前70年都没有缴过健保费，1毛都没有缴，那为什么他们来之后就可以免费的不是免费啦，就可以享受健保的这个费用？ OK， 那对我们这些缴健保费的人，大家会不公平。所以我觉得光是不用缴了。好，70岁也不用讲，所以光是这一点啦，就我觉得听到台湾的民众，我觉得如果你要讲公平的话，这一点就是极度的不公平。我觉得如果你要讲公平的话，这一点就是极度的不公平。世刚，像这些有很多一些案子，如果刚才小玉他们讲，因为你这几天听到太多，告诉你怎么会有人删预算是这种删法，然后不顾任何这些。我刚刚讲朱立伦拆了一个炸弹，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弄起来，到最后累积出来的，是不是就在街上罢免摆摊所有的怒火？就你如果删成这样，那些人那些联署书就会越多，会不会变成这个样？我觉得在预算委员会里面或者相关的委员会里面提案删预算，我觉得是一种监督方式。但大家的心里面都知道，最后不会变成0啦，都不会变成0。那像比如说那个宣传费的预算，他说当然是提案先宣传。那对于说你过去1450啊，然后这个网络操作啊，这些腐烂发包啊，或者给一些自己的侧翼那种这些标案的不满嘛，就是你这个还是要回应我们的支持者对这些事情不满的声音嘛。OK， 但是他就会，那部会就会来解释啊，就谢委员啊，这个我知道啊，那你现在我们把它改成这样，那你可不可以出一个决议或附带决议，就说这个用途呢等等，那这在我们市议会也司空见惯啊。那我不把它删成0，我只是意思说删个什么5万块、10万块，那行政机关不痛不痒嘛。就代表说你委员对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视啊。可是这种删法跟我刚刚就讲，它跟罢免的联动性。不过我补充一下啦，因为很多为什么前面会出重手提这种提案的原因，是要你行政部门来说明。是啊，其实这一次比较夸张的是像这个是上礼拜在司法委员会直接发生的是他们排了预算审查，然后呢，这个连吴思瑶都看不下去，因为那个吴宗宪说，在这一段过程
没有任何一个官员去跟召委说明这次的预算提案。没有，行政部门连吴思瑶都说不行这样。所以我觉得他们有很多那个叫预算，他们提案的手段。它不是最后的结果，但是他希望行政部门来跟你说明，比如说假设我要砍你这5000万，如果你有窒碍难行，那多少可以？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沟通的过程，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是，行政部门好像就是让在野的立委这个自己爱怎么提怎么提，反正我们执政者会去，我们的这个立委会去护航。我听到很多是民进党立委在抱怨他们的政务官都不出来护航预算。可是我先问一下，网络上面你看到有很多把这些情绪都累积到罢免战上面。对，这个罢免大家都在讲，实际上他就是要柴火去烧了啊。在民进党没有跳下来的状况下，他没有一些资源进来，他摊位点可能什么都不够，就真的是很难推起来。所以之前我看到那些罢免团体，以我跟他接触经验，还真的是超级素人。就是连怎么摆摊、怎么收集资料、怎么避免出错，我们还说要不要去介绍高雄他们那边给你们认识一下，会有一些技术可以传承。他实际上原来是很不看好，可是这一次大量那个提案单，它只是一张图被剪出来，你说他可能撤案，没错，他可能今天就撤案撤掉了，因为他就提出来，他只是进协商嘛，一个人就可以签章一盖下去进协商，那协商过程中撤。可是它会永远在网络上留下来。对百姓来说，你会变成好像我这一笔真的没了。每一个案子从比如说中研院被砍掉，中研院也出来讲话，中研院无数的研究生都出来讲话。奇怪，我那个职务是一定要吃电，你能砍我30%，那个三个月我要抱回家吗？我做的那个实验要怎么办？好，或者是像文化币，今天有鲁明哲的一个提案说，文化币我要去砍它预算，为什么？用来买书的太多了。所有出版社的朋友全部跳出来，买书太多也是错吗？不对嘛，那个不就是要用来买书？那不是文化币吗？那它是文化币啊，当然它可以去艺文活动啊。但鲁明哲写的理由是买书，我相信有很多助理在写的时候，委员都签了就丢，签了就丢，签了就丢，他都没有看。过去我们不会有这个状况，是因为大家改的不是理由，是说你这个太浪费电啊，我电费11000、12000。13000这样去扣，我们就可以大量制造暗海。但是现在不是，写了一堆理由，反而成为隽永的回忆。就像国民党党团提案全砍公视补助预算，基本上公视支持了很多台湾的所谓质，而不是冲量的，不是商业市场，而是做质的艺术的作品嘛。就有很多导演出来讲话，比如说杨力州导演，但大家都知道这个案子，当然你要说全砍太夸张。但是杨力州导演发文之后呢，陈玉珍委员跑去他那边留言，跟导演大战。他留什么呢？陈玉珍委员说，真的是2仆7主啊，谁是仆啊？他说人民才是主人，你们这些人啊，现在讲那些导演是仆啊。这种话讲了之后后面就不用看了。所有导演都讲了，你当我是臭要饭的，你还说我是仆，你要我拍什么我就拍什么。所以底下呢就有那个导演，很多人就要开始串联。那杨力州导演就说先整理一下要串联，然后陈玉珍又跑去回，就要把名单都公布出来啊，不要自己流出来，公布出来啊。那人家在下面又再回说公布出来是要方便你清算吗？以后这些导演都不可以包吗？不可以去承包政府的标案，不能去投补助吗？像这一些陈玉珍委员想的就是我要捍卫我的预算捍卫我砍预算的权利吧。我认为公视做得不好，但我必须要说，因为我也是有参加去做相关的合作的活动。就我们来说，他一开始国民党版提出理由说，听海勇这个公视的支持的片，他有篡改史实的疑虑。可是你剧作本来就会有修正，就是要为了剧情需求，它不是新闻报道。fiction non-fiction 它其实不同的。OK， 小说和其他的新闻报道不同，你不能拿新闻报道的标准去处理小说。新闻报的不好，比如台湾 Plus 那一种，做的不好，播不出去，当然可以检讨啊。但你应该针对这个检讨，不能拿这个张飞打岳飞啦。所以现在的状况是这个火烧起来了，我就问这个也要朱立伦去收拾吗？也要朱立伦出来说这个大家那也太累了。对，朱立伦要打扫3000多案，他哪扫得完啊？不可能。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火烧起来，民进党又在那边推波助澜，多扇几下，火往外面烧的时候，国民党委员即便大家在1月21号把这个摊投票投掉了，
后面人家那些东西还是一样在网络上散播。今年能够过一个好年吗？我是很怀疑。我不晓得施建伟，你觉得大罢免真的会出现吗？你们真的打定了主意，一定要把国民党弄掉几席吗？我个人认为这是互相的啦。如果说用这种报复式、仇恨式的这样罢免，我们确实照现在的民意，我们可以罢掉他们10几席。可是相对国民党也会来报复。我个人还是坚持认为，我们台湾人民其实有一定的度量。我们台湾人民认为说，选民认为说，我选给你当议员、立委、县市长，甚至总统，我选给你一任就是4年，不是40年啦。所以台湾人民会认为说，哇，你中品嘛细腻啦，所以就是尽量就不会说去搞这样罢免的东西。但是这一次完全国民党自己去把火烧起来。那我们在立法院，你担任民意代表监督政府，本来这就是合情合理职责所在，应该做。但是如果我们针对预算就事论事，那没话讲。但是现在蓝白呀，几乎是以报复式的方式，是根本不分青红皂白。我刚刚提到的黄国昌、具名的，他们民众党所提的这个，我光讲打勾的这几项。你光是减列国外旅业出国教育训练费这个60%，减列这么多，删减水电费30%。谢律师，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这2点的重要性？这2点啊，就是中央研究院最致命的地方。你等于让中央研究院没办法运作，没办法存活。为什么？因为中央研究院最重要要做的就是学术研究，那必须学术交流。所以我们出国去拜访，或者他们国外的学人来台湾，这样之间的这种旅费非常重要，训练费也非常重要。还有呢，中央研究院有那么多重要的实验室，它那个必须365天不断电，甚至要恒温之下。这样的研究室也将无法存在。结果，黄国昌你就这么大笔一挥，就这总共你还列了总共14项，第15条你还加说，如果这些金额删除的不到936亿，还要再把金额补足。所以谢律师总共现在被删的金额多少？如果他看了会觉得不可思议，总共啊现在。包括通山在内2061亿哦，如果不包括通山的1121亿，那总共那这样子删除跟冻结加起来，你把第1笔跟第3笔加起来，就是总共我们现在被删除跟冻结的加起来刚好3000亿，也就是今年总预算的1成。过去。不管蓝绿哪一党在执政，大概总预算删除总金额大概不到3%。OK， 现在来到10%，1成这么多，可见他们完全是报复式的。他们认为说，你民进党在我蓝白席次加起来远胜于你11席之下，我就是吃定了你，我就是不让你政府正常运作。我就是不让你政府正常运作，所以导致大家认为公视，大家想一想，在这个全世界各地，包括英国，他补助他们的无盈利的公益事业的电视，他们是补助2400多亿，日本补助1400多亿，韩国也补助325亿，补助这种。无盈利性质、完全公益的，比方说，像我们台湾很重要，手语新闻啦、客语啦，跟那个儿童台这些，我们台湾总共政府才补助多少？补助9亿耶，9亿元而已就要被完全删除。可是刚才世坚委员的态度，奕善，你同意吗？世坚委员意思是说，即便这样，他认为不见得一定要轻启大罢免或者什么什么。可是你看到很多人民调的态度显然不是这个样子。罢免这个东西是国民党自己把火烧起来，不断一件一件，这3大恶法到现在又那个财化法之外，那现在又是总预算的这个不断的野火往外烧嘛，那不断烧的结果，其实现在我当然承认朱立伦有要拆弹，有要所谓鸽派有点抬头，但是重点是现在是黄国昌跟傅崐萁主导的鹰派，谁冲谁国冲嘛，谁比谁砍得多的嘛。
现在整个国民党的气氛为什么有3000多案出来？你可以拆掉一个国防预算、前建预算的原子弹，你拆得了这3000多颗散弹枪吗？而且这个散弹枪全部已经都散出去了。现在民团已经这把火已经全部都烧的，不要小看因为国防预算说真的对国家非常重要，但是对于个别团体来讲，它可能不是那么重要。如果是像这样的团体，你删了经济部的预算，它相关于工商团体的补助呢？工商团体当然全部出来抗议啦！你把性平委员会的预算删掉，妇女团体会不会出来抗议？你把文化预算删掉，文化团体、影视团体会不会出来抗议？你把农民团体还是张家俊提案的，你那一区还有一个丁学忠在被罢免呢。结果你把农业部的业务预算删掉，删了9000多万，结果丁学忠会不会被罢免？绝对昨天一定增加1000份啊！因为我的农民预算都被你张家俊删掉了嘛，所以这些东西当然在协商的时候都已经撤回，但是这野火都已经烧出去了，野火烧出去，现在说真的，连王世坚、连民进党都已经收不回来嘛，收不回来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些各派这鹰派团体、鹰派的立委会不会收回这些提案，我也打一个大问号哦。刚才讲的黄国昌是要删多少？是要删3000亿，3000亿是占。要扣掉经常门哦，经常门是不能删的，要删的呢都是资本门，所以在今年的资本门只有9000万，3000亿等于是9000亿的1/3，等于是黄国昌带领的民众党是要删掉整个1/3的资本人预算，你整个公务的体系干脆他们也要删1/3的冷气啊，所以干脆在办公室里面连冷气都不能吹的情况下，连厕所都不能上，水电费都要被删啊。这样被删的情况下，大家都不用办公了，因为全部被删了3000亿啊！这难道所有的团体都会出来抗议？而这些团体跟蓝绿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民进党叫得动的，也不是国民党叫得动的，他们是因为不要说自己的利益受损，他们长期推动的工作需要政府来支持的时候，现在整个国民党把它砍掉的时候，他们只好出来罢免你们这些立委。OK， 那你说包括蓝白绿之间在大罢免，如果一旦举动，对啊，因为白营就是8席不分区嘛，但是蓝绿两边如果要是所有的区域又会是怎么样？可是，在国际之间，周老师，你会告诉我，韩国这次逮捕尹锡悦这件事，最后是因为他们的尹锡悦的警卫处没有挡哦。对。大家一直担心的是韩国会出现类内战啊，对。所谓类内战，就是你想想看这个画面，我是总统特勤中心，譬如我是总统警卫，他们叫警护处。好，我是警护处的，我的责任是什么？保护总统。保护总统。对，在总统没有被宪法法庭、被所有那些有任何决定以前，我的职务就是保护总统。对。那你是公审处的，你就是要来抓总统。对。两边都是有枪有弹的。对。本来大概昨天在正式以前，你看媒体上的报道，大概大家都已经觉得是真枪实弹要干。对，本来都认为会有冲突。那最后的转折到底出在哪里？结果后来没有动。对，我来说明一下哈，这个大家会觉得哇，好多单位都跟我们不太一样。你可以把韩国的这个公收处，我们有人翻公调处，把它想成特侦组，它有一组检察官，还有大概25到50个调查官。OK， 就是调查官嘛。那本来警方是说，就你们那些人去负责逮捕他，怎么可能？那怎么可能只有调查官？对啊，没办法，你疯了。对，而且警护处呢，他们就是他有一条小路进去总统府的那个官邸的部分，他的住的地方啊。好，那路又很小，两边都是山路，要保护总统，有点像我们那个士林的那个旧的官邸那一边。你会发现蒋家是住在山凹处，你进去就只有一条小路，有点类似那样位置。所以他一开始在前面停满了各种车，然后在车子和墙壁中间呢，就站满了警护处的谁？阿兵哥。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找的是谁呢？义务役。士林的那个旧的官邸那一边，你会发现蒋家是住在山凹处，你进去就只有一条小路，有点类似那样位置。所以他一开始在前面停满了各种车，然后在车子和墙壁中间呢，就站满了警护处的谁？阿兵哥。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找的是谁呢？义务役。义务役就是说我就听命令啊。对啊。我出公差嘛。是啊。我就站在那边挡嘛，我没有在阻止警察，但我就塞在
车子和墙壁中间，车子和车子中间，你人就过不去。所以原来第一次他们层层叠叠的这样卡，最后进去的只有2个检察官，那当然是劝不出来。所以后来他们的搜索的这个票过期了，又再重新开了，法院重新开，这次很明显的跟警方讲，你要去，警察不能只是站在外面维持秩序，因为警方会觉得我不能逮捕总统。但是我可以去制止外面的那些白骨队的，就是那些，你要讲瞎挺好不好？狂挺尹锡悦的右派支持者，有很多是 YouTuber 动员出来的。好，那些人警方可以之前说可以卡，可是这一次新的搜索票开下去的时候，他要求警方要跟公搜处就公调处组成联合的小组一起去执行，所以他们一口气派了大约超过警务处10倍人力，大概2000多人到3000人。那这一次去呢，因为第一人数差很多，第二是原来警务处的领导者他们的队长已经换了2次，因为韩国现在他们的真正的总统是代总理代总统，已经代了2次。那尹锡悦是暂时被弹劾，那他的警务处呢已经有一个下来的，第2个呢又在当天早上被逮捕，连带的警务处长也被逮捕，所以有点群龙无首。所以当天最后面就是还算是平和，因为进去警察那么多，然后义务役呢，因为缺乏一个军官去指挥这些义务役出来打，而且他们有说，你有300-500个人，我有2000个警察，这次所有在那边当做路障站在那边即使不动的人，我全部都会拉走。那这些义务役统统都会被逮捕。那当然他是义务役，他就大家也都知道嘛，义务役就是就不要再当兵更长的时间，就不希望当快下课。对，时间到我就要退伍。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最后面尹锡悦方面呢，他就说好，我愿意接受你的调查，以我去调查的方式。可是呢，最后面他说不行，我们还是要执行逮捕，你不能说是像柯文哲那样，你要搞得你是个英雄。对，你不能像柯文哲这样主动配合侦办，我要直接到你家去把你逮捕，不让你就是有其他的那种去进行政治权势的空间。所以目前尹锡悦是一个被逮捕、被移送的部分，而他的罪名是叛乱罪了，但他还是有总统身份，因为大法官还没有针对他的弹劾去正式做出这个解职，他现在只是停职，所以他现在目前韩国就处于这个非常奇特的宪法的状态。OK， 本来大家都担心，因为在现在已经到了21世纪这个民主的这个时代，尤其是韩国，怎么可能从那个戒严令开始，大家就觉得跌破眼镜，一直到现在。如果你时间拉以前的话，你不要以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那个两边各为其主的这种状况，最早是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的那个时候，他那时候打老虎打到了一只真的大老虎，其中牵涉到杜月笙家族，那杜月笙我就不用多解释了。然后还有呢，那杜月笙就说你要办我们的公司，当然可以，但是我们这整个呢中间有关系到一个人，你知道孔宋家族吧？那孔家。那也在这个里头，当时是财政还是哪一个单位的，他也牵扯在这个里头。那对蒋经国来讲，打老虎我哪会在乎？我就是要打老虎的，所以就点了所有的，包括亲兵卫队，意思就是那个时候，像警察啦，所有那些到他们家去抓人。各位，你知道出来的是什么吗？出来的是他的卫队，他的卫队都是有枪的，所以两边就拿着枪隔着那个地方对峙。到最后是蒋中正觉得这不行，因为有人去跟蒋中正讲说，不要闹了，会出大乱子。那蒋中正再回头跟蒋经国说，那这件事先按下不表，好不好？那其他的我们再弄。蒋经国上来打老虎，其实后来某种程度有受到一些挫折，大概也因为跟这些事情多少有关系。那个年代会有这种两边各为其主对阵，大家都有枪有弹，没想到在韩国差一点又发生了这样一些事情。好，尹锡悦被捕了以后，那未来在整个审理的过程会怎么样？当然大家会关心。可是当然你在国内你会更关心。对柯文哲来讲的话，这个年肯定就是要在看守所过，但在这个年以后，接下来1月下旬，金华城案就开始正式的审理。1月23号，接下来这个审理大概不会拖得非常久，应该会前面一些密集的审理，只是在所有的证据，像刚一开始看到黄珊讲那段话，有没有其他一些解读？所有那些证据最后解读完会是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希望我们见面，我们明天见，拜拜。